日漫梗图鉴之壮烈成人，出自周周的奇妙冒险《黄金之风》中的同名替身壮烈成人。替身名称来源于1964年组建的同名美国乐队 Grateful Dead， 也可翻译作伟大之死。该替身来自暗杀小队成员普洛修特，外身上主体为紫色，全身都长满了眼睛。替身没有下半身，取而代之的是几根触手。壮烈成人出现时，会在周围散发出淡淡的薄雾，并借此施展能力。壮烈成人的胳膊很大，每只手上都有4个巨大的金属状手指，均匀地分布在手掌的周围。作为人形替身却没有下半身，因此壮烈成人通过2只手臂进行移动。特殊能力是加速老化，但可以通过冰块进行抑制，因为其加速衰老的速度与体温挂钩。冷饮或者冰块以及其他可以降低体温的方式都可以有效抑制。然而一旦体温升高，衰老速度就会迅速变快。普洛修特与布加拉提的交手中，更是凭借这点将其逼入劣势。此外，相较于男人，女人的衰老效果会变慢。普罗修特本人可以自由控制自己的衰老变化，在老态和常态下改变姿态，曾使用该能力将自己伪装成老朽乘客，混入人群后突然触碰米斯达，使其急速衰老到无法握枪。尽管普罗修特深知补刀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想到碰上概念级的幸运敌人。具备一定的近身格斗能力，虽然速度只有 E， 但依旧可以快速挥动手臂进行连击，而同为 E 级别的精密度使得壮烈成人的衰老效果不分敌我。在扩大影响范围后，即便是队友也会遭遇老化，因此比起正面作战，壮烈成人更适合在暗中消耗敌人的战斗力。该老化效果不只对人类有用，动植物也会受到影响，但对于长寿的乌龟来说效果一般。普罗修特也是因此通过座位下的粪便判断出布加拉提小队的藏身之处。壮烈成人的老化效果并非加速时间流动来造成衰老，而是加快细胞的老化。也就是说，即便是一个小孩也不会出现长大的样子，而是变成一个衰老的小孩。除了身体机能的影响，该效果也会影响到记忆方面。当布加拉提小队藏身于乌龟替身总统先生的空间中，普罗修特与贝西的追击如死神般降临。替身壮烈成人以加速衰老为武器，将整列火车化作人间炼狱。虽然布加拉提和米斯达都相继反击，但都陷入颓势。直至在车顶决战时，布加拉提的战斗手段更胜一筹，将普罗修特击败，整个人都被碾进列车轮下。然而此时众人却发现车上的老化现象未消失，毕竟壮烈成人可不仅是替身的名声，更是普罗修特本人的血性写照。而此时孤身一人的贝西，这个被普罗修特视为妈宝男的菜鸟，最初只是躲在大哥身后的影子，怯弱自卑。然而当普罗修特坠落列车，仍以残躯维持替身能力时，贝西终于触碰到普罗修特那句话的真实含义，强者绝对不会逞口舌之力，而是在想到的那一刻就做到。觉醒的贝西操控鱼线刺向布加拉提的心脏，即便被钢链手指分解身体，仍拼尽最后一口气反击。尽管最终败北，但他的灵魂在死亡中蜕变，从依赖大哥的懦夫成长为敢于直面命运的战士。普罗修特的壮烈如火种，点燃了贝西心中的黑帮之魂。这或许正是周周系列最深刻的浪漫，觉悟会传染，勇气会传承。当列车呼啸而过，普罗修特的残躯坠入铁轨，他的名字却永远镌刻在周周的历史中。这场战斗没有胜利者，却让所有观众铭记。黑帮的浪漫不在于权势与金钱，而在于为信念燃尽生命的觉悟。这便是周周的黄金精神，这便是壮烈成人的永恒回响。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喜欢请记得点赞关注，了解更多有趣的日漫梗，我们下期再见。